事先声明一点啊，这篇内容跟中国古代史没啥关系。接下来要讲的一小段，除了当引子点题以外，剩下的就是穷显摆骗脸机。稍微熟悉中国古代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中国古代王朝周期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每当到了王朝中期国力急转直下，或者到了王朝末期国力实在兜不住的情况下，就会爆发农民起义。先不管能不能胜利啊，各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各种伐无道，诛昏君，各种五级贫富不均，今日汝等均值，有一个算一个，斗争口号不能少。农民起义的原因总结下来，其实也就4个字：官逼民反。说白了就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矛盾激化。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就是这么个理。丢了民心，那就推翻再来呗。可是大家见过刚建国就爆发农民起义的吗？反正中国古代应该是没有啊，历代帝王有一个算一个，就差把保民心刻脸上了。但是中国古代是没有，不代表它不存在。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还真就上演过这么一出美丽风景线。Oh God, please no, no！ 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的谢斯起义，规模最大的时候，起义人数高达1.5万人，甚至比独立战争时期由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还多。要不是最后靠商人联合出资赞助私人武装，单凭各州政府还真不一定能压得下去。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现在的美国人往往把美国政府称之为民主政府，而作为农民军的代表，谢斯起义高举的旗号同样也是民主，但是他最后失败了。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这么说吧，谢斯起义的时代背景是一个已经持续13年无政府状态的美国。单纯的看农民起义，他确实失败了，可是他的事迹却成了后来费城制宪会议的人文背景，促进了美国民主政府的诞生。这也是谢斯能获得特赦的原因，是不是感觉有点绕？其实只需要把无政府状态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分开来看就可以了。谢斯起义反对的是无政府状态的美国，反对原因也跟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差不多，要么就是官府的横征暴敛，要么就是官府的经济垄断。不过当时的美国是无政府状态，所以谢斯起义所反对的其实是当时的州政府。这里要涉及一个知识点啊，相比于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我更倾向于美国独立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美国刚建国不久就爆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回归主题，刚刚建国的美国很穷穷到军饷都发不了，但是它又是资产阶级为主导，资产阶级商人在州议会有着很大的话语权，所以当时的美国州政府或者说谢斯起义所主要针对的马萨诸塞州，想到了一个骚操作，征税，征重税，而且是用司法诉讼的方式强力征税，借以回避商人手里的货币贬值结果就是把问题抛给了以谢斯为代表的农民军，个顶个都是军饷还没发，先欠了一大堆的税务，实在还不了了，就会被没收土地和资产，甚至被关进监狱。农民军心里苦呀，本来是他们欠我的，结果却本末倒置，成了我欠他们钱。结果就成了这么一种情况，以谢斯为代表的农民军高呼民主，认为州政府的横征暴敛不民主。当时的上流社会也要民主，认为各种动乱是有心人精心炮制，打着民主的旗号蛊惑人心。所有人都觉得不民主。那么问题来了，依照邦联条例独立的美国本就是一个高度民主的邦联政府，结果所有人都觉得不民主，这不矛盾吗？怪不得后来的制宪会议上，美国一众国父们要高声炮轰抵制民主。当时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太过民主，就像富兰克林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民主没错，但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么大本事，是美国宪法之父，也是美国第4任总统麦迪逊说的。所以接下来的方向就是要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美国一众国父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权，削弱议会的立法权。就像前面说的，谢斯起义之所以会爆发，主要原因在于州政府利用司法诉讼的形式强力征税。说白了就是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州议会把人民利益放在了对立面的同时，又利用立法权强行把自己放在了人民利益的那一边虽然依旧代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结果却是少部分人获利。美国国父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样的虚假平衡，在保证立法权处于支配地位的同时，也能最大化保证人民的利益。具体手段就是奉行2院制，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将立法权一分为2。但光是这样的格局肯定是不够的，虽然能保证立法权的支配地位，但人民利益依旧无法保证。毕竟不管怎么说，就算把议会分割成10个8个的依然还是那部分人。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否定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里面的支配地位，设立一个权力足够的行政首脑，也就是美国政体里面的总统之位。
简单来说，就是把民主与行政剥离用否定民主的形式来保证民主。这就是现代美国宪法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因。是不是感觉又绕了？先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从古至今能起到这样作用的只有君主制。但是很明显，纯粹的君主制肯定不行，那是独裁虽然能起到否定民主的作用，却无法保证民主。所以要保证民主，就必须给君主制施加一些限制，让总统在牵制议会的同时，也能够受到议会的牵制不至于独裁。最终的结果就是现在的美国政体，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这也是谢斯起义对当今美国政体的主要影响，它促进了美国政体的诞生。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谢斯起义，当今的美国会是什么模样？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依然由州政府占据行政主导，奉行州议会一家独大的民主体制，看似民主，实则民主的只有少部分人；要么就是另外一个谢斯，一个接一个的站出来反抗州政府，直到邦联解体。然后又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外部侵略，重新沦为殖民地；一种是以谢斯为代表的农民军翻身把歌唱，原有的资产阶级被驱逐，土地被重新分配，形成一种新的政体。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